麻烦来到家门口，拜登这次想躲也躲不掉。中国订购292架空客飞机以后，波音坐不住了，开始叫苦施压拜登政府。在本月初，南航、国航和东航相继宣布，将从空客公司采购292架 A320 系列的客机，总价值高达370亿美元。这一举动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对于欧洲而言，平白无故接了个这么大的单子，整个产业链又能过几年好日子了。对于美国而言，则是麻烦来到家门口，拜登想躲也躲不掉，只能在一旁干瞪眼。尽管波音作为中国航空业最大的供应商，国内大部分航线的客机都是从波音公司采购的，但这一笔天价订单最终却落在了空客手中。为此，眼看着中国确定将采购292架空客飞机以后，波音坐不住了，不断叫苦的同时，还施压拜登政府，敦促他赶紧同中国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不然的话，地缘政治方面的分歧必将继续限制美国飞机的出口。显然，波音公司深知这么一大笔订单之所以会花落空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美关系的交恶，所以才想让拜登尽快的将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但就目前来看的话，尘埃落定的是，就算波音再怎么施压，恐怕也无济于事了。一方面是因为波音客机的质量确实有问题，再加上有一批机型已经使用了很久，确实也到了该更换的时候。更为重要的是，自拜登上台以后，美国对中企的打压力度依然不见小，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那中国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向美国送钱了。实际上，无论是波音还是其他美国企业，目前都在承受着日益恶化的中美关系所带来的压力和问题。可这又能怪得了谁呢？不管是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对中国的贸易战争，还是拜登政府将人权与贸易联系在一起，利用所谓的印太战略来限制中国，这俩为了与中国贸易脱钩所使出来的手段，都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违背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归根结底，这就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导致了中国仅需出一招，美国的企业就要跳脚。要知道，波音公司2020年全年营收也才581.58亿美元。所以不出意外的话，此次中国众多航空公司交给空客的这一笔业务订单，大概率能促使拜登政府重新思考中美两国是否能够在不掺杂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情况下进行公平的贸易往来，并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竞争。总而言之，如果拜登不想着去改善对华经贸环境，不想着出台政策提高美企的市场竞争能力，而是妄图凭借霸权主义迫使中国服软的话，这绝对是行不通的。这种滥用霸权的招式，对日韩这种附庸在美国身上的国家可能还管用，但在中国这里，那绝对行不通。